大家都在说阿伟啊，什么时候教我们做个酱牛肉啊？其实我也纠结了一段时间。我想教大家做个商业版嘛，你在家的话肯定要熬一大堆的这个牛骨，而且比较浪费，你可能也搞不了。想教大家做个简单点嘛，那个又不好吃。我阿伟什么时候教过你们不好吃的东西啊？有没有？没有吧？所以呢，今天我准备做一个中间的版本，我要取名叫阿伟的酱牛肉。好，首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卤牛肉选的是这种牛腱哈，牛腱的话它有牛大腱和牛小腱，我选的是牛小腱啊。看这个肉是非常结实，前面是带筋的这部分啊。第一步我们先泡一下。首先这个牛腱呢，它是不焯水的，不焯水我们怎么去腥呢？怎么把这血水出来呢？我们采用泡的方式，在水里面稍微加点淡盐水，我们用淡盐水去泡，放在冰箱里面冷藏，你放个半天或者1天，中途给它换一次水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就拿这个牙签或者烧烤签，一定在这牛肉上给它扎点孔，这样的话便于它血水的排出来。而且我们待会儿第二步腌制的时候，它也更容易入味。好，我们泡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加点盐，使用这淡盐水去泡它，便于它血水更容易出来。但是你不要太多哈，有点淡盐就好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放到冰箱里面，中途的时候我们给它换一次水，换一次水的时候还是放点盐。尽量让它浸泡出来，把这个血水，我们稍微用个保鲜膜给它封起来。这冰箱里面呢，尽量是生熟分开哈，冷藏就好了，一样放在冷藏，你不要急冻啊，急冻就冻成冰疙瘩了你。好，这个牛腱呢，基本上也泡了半天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它的血水啊，我中途已经放过一次了，已经洗过一次了。其实这个肉它有点发白了。第二步呢，这个肉接着腌制一下，这个牛腱记得把水给它捞干，血水里面给它冲洗干净之后，我们捞出来。这时候我们加点姜葱。稍微来点这个盐，你别怕它咸。其实这个肉它非常的粗，它是不容易入味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腌制。来点这个白酒，这个白酒可以是高度的白酒，稍微给它来点高度的白酒。再来点酱油，稍微给它搅转一下啊。这个酱油刚好把这个肉给它淹没住哈，我们再放到冷藏冰箱，再让它腌3个小时，就1泡2卤3焖，泡的环节基本上就完成。中途的时候稍微我们给它翻面一下，总共腌3个小时。接下来就做到第二环节，什么呢？卤的话，我们炒个卤水。好，再不来我们把锅烧热之后呢，倒入少许的油，要炼一个卤油。我现在倒的是菜籽油啊，我们用混合油、菜籽油和鸡油在一起。这里呢是鸡油，我给它加点鸡油，我们混合在一起。你没有鸡油呢就不用加哈，你加大豆油、菜籽油都可以哈。因为我这里放的菜籽油它是提炼过的，所以说它没有这种生菜油的味道。如果你家里面是农村，你用的是生菜油的话，我建议你把生菜油烧熟，再来加这个鸡油。好，我们油温烧到4成热之后呢，我们开始下入这个洋葱。大洋葱，接着再下入大葱，切碎的大葱，让这个油呢加点姜葱的味道，它会更香一些啊。好，中途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放入这个叫干葱，给它放进去，因为它比较细一些，如果你放得太早，它就会容易腐掉。这火就有点小，我现在开的是最大的火，家庭火的话会比较小一些。我们再下入这个叫姜片啊，老姜片，给它切成片放进去。我们炸到这个葱的水分差不多的时候，最后再下入一样什么？这个叫香菜啊，放进去啊，稍微给它搅一下，继续炸它。
我们炸的这个葱要干之后呢，我们再下入香料，把香料放到里面再去炸一下，香料又拿起来，到时候我会打到屏幕上啊。但是有一个点给大家说一下，像这个炒果的话，一定要把这个壳啊给它破开，把里面的籽给它掏掉啊，只要这个壳，不然它是苦的哈。好，这全部清洗过来，我下锅。再给它炸一下，把香料也炸一下。这时候就把火关掉了，就这个时候火就关掉，将就这个余温，再把香料炸一下啊。温度不要高，你高的话，这香料就直接糊掉了。好，接下来将就锅里的余温啊，不要开火哈。下入什么呢？这个叫黄豆酱，其实很多地方用的是干的，因为干的买不到，你用湿的也行哈。我们下一勺进去啊，下个1勺半的样子啊。这个是甜面酱，锅里不要开火，这个时候我们给它炒一下。这个比例我后面会打到屏幕上的，我们给它炒一下。这个开小火，微微的小火给它炒一下，最小的火把这个酱给它炒一下。这个酱呢刚刚炒开就好了，现在就直接加清水，不要炒得太久，太久就糊掉了哈。加清水。加水的时候就开最大的火，直接给它烧开，我们让它熬煮个15分钟。好，熬了15分钟之后呢，我们一定要把渣子给它打出来。这时候找个砂锅，在砂锅里面我们垫上2个这个竹粑，接下来就把这个汁水啊过滤出来。这个渣不要丢掉，我们装起来。好，这个我们稍微给它压一压哈。接下来我们找个这种袋子给它装起来。卤的时候一起放进去，一起卤啊！我们给它装起来，用筷子给它装在这个袋子里面。我的袋子有点小，一个装不了就装2个啊，稍微有点小。好，这个装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加点这个白胡椒粒啊，带到这个袋子里面。好，够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整体卤菜就比较干净，既有香味，而且这个渣又过滤出来了。好，烧开以后呢，我们开始下入这个牛腱啊，腌好的牛腱。这时候把火开到最小，直接下锅。放入砂锅中，把这个姜葱稍微给它抹干净。好，香料包给它浸进去，别看着它大，待会儿它牛肉它一缩水，它就这样就缩下去了啊。加一小块冰糖。这个烧开以后呢，我们改为这个微火啊，文火啊，先吊1个小时，先让它慢煨1个小时。1个小时到了之后呢，我们检查一下哈。这时候你一定要打个碗，用点这个汤来上下味的，你不要一开始就调味，因为这水烧到后面它会烧干的，会变少的。这时候尝一下盐味够不够啊？就是你一定要尝到这个汤，它是有点咸的。如果汤都没有味的话，你的肉怎么煮它是没有味道的。给大家看一下煮了1个小时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。总共呢，差不多像这么粗的肉啊，我们要卤2个小时，先卤几个小时啊。这个已经卤了1个小时的肉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剩下1个小时呢，再把这个火来开到微火的状态，我们是3分卤7分泡。好，我们只要这个炉心的火给它开到微火的状态，看。好，2个小时到了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把火关掉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啊，非常的舒服。这时候你轻轻用个牙签一擦，只要里面能擦得动之后呢，你就把火关掉了啊，不要煮得太趴。牛肉呢，我们稍微让它有点这种嚼劲啊，这时候可以把火关掉，让它泡到明天我们再来改刀。现在是热的，你不要拿出来就切，你拿出来就切的话，这个肉切出来它是不成形的。好，兄弟们姐妹们，现在是第2天了，因为它泡了1晚上，我们捞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将它捞出来。因为成都呢，它温度现在是2到3度，还是比较冷。这个表面它是胶质哈，因为它已经凝固了，牛肉的胶质它会出来。好，这个肉捞完之后，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剩下的这个汁怎么处理哈。这个呢就是2个料包，一个是这个香料包和一个蔬菜包，把姜葱啊再给它捞出来，我们稍微给它丢掉。另外的汤汁拿来挤冻。你下次卤牛肉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可以卤2次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你要加盐啊，你别不加盐一直卤哈，它是没有味道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切一下这个牛肉哈。
好，兄弟们姐妹们，这个酱牛肉呢，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，你们又吃不到是吧？必须我来。薄薄的一片还是透明的啊。入口之后呢，首先你能感觉到这个牛肉非常的酱香浓郁，因为我们里面加了什么黄豆酱啊、甜面酱啊，再加上姜葱和这个香料几种味道组合在一起，非常的好吃。如果你是喜欢喝酒的朋友，这个就是很好的下酒菜哦，甚至当成一个零食也非常不错啊。现在不是要过年了吗？你可以把这个菜学一学，这就可能是你的招牌菜哦。阿伟的酱牛肉就做好了，送给大家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了吗，偶像？